孙依婷觉得恋爱时丈夫和自己各付各的还可以理解，但是结婚之后丈夫还是坚持A制，就让她想不通了。在多次抗议无果后，她终于忍无可忍，开始爆发。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今天是相恋1年的孙怡婷和廖宏宇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1年前的今天是2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日子。那天他们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亲，互相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就打算相处着试试看。之后的这1年时间里，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很快确定了关系，并最终决定在今天举行婚礼。孙怡婷起了个大早，开始在化妆师的帮助下上妆。她此刻心情激动极了，因为再过1个多小时，廖宏宇就会来接亲了。化完了妆，藏好了鞋，安排完伴娘们堵好门，廖宏宇接亲的队伍就到了。面对伴娘的轮番刁难，伴郎团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廖宏宇更是答应了数不清的条件，什么结完婚必须对媳妇好，家务活全包，钱都归老婆管等等。终于通过了伴娘这一关，成功接到了孙怡婷。到达酒店之后，2个人稍作休息，就开始了结婚典礼。身穿婚纱的孙怡婷在父亲的陪伴下，慢慢走向了舞台上等待的廖宏宇。随后2个人手拉着手，交换了戒指。在司仪的主持下，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他们宣读了婚礼誓言，正式结为了夫妻。而在忙碌了1天之后，筋疲力尽的2个人终于回到了家中。孙怡婷此刻仍然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她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成为了廖宏宇的妻子。今后2个人将要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她换下了婚纱，穿上了家居服，开始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新婚之夜。耐着性子等待了很久之后，廖宏宇终于回来了。他刚刚应付走了前来闹洞房的兄弟们，有些醉醺醺地进了屋。孙怡婷开心地站起身迎了过去，但是还没等他说什么，廖宏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让他皱起了眉头：“亲爱的，咱们以后继续实行 AA 制吧，毕竟咱俩都赚钱，这样算计着过日子，还能多攒下来点钱。”孙怡婷听了丈夫的话，很不开心，笑容顿时从脸上消失了。他们2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的确也是 AA 制的，不过那时他们毕竟没有结婚。孙怡婷觉得自己是个独立女性，没有必要占廖宏宇的便宜，所以面对廖宏宇提出的 AA 制约会时，她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但是现在2个人已经结婚了，是2口子，还是 AA 制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她甚至怀疑是不是廖宏伟喝多了，现在迷迷糊糊说的醉话。于是她提出了心中的疑惑：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是要一起过日子了，以后需要一起用的东西多了，有必要分得这么细吗？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廖宏宇似乎没有察觉出妻子的不开心，仍然坚持自己的建议，继续 AA 制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这样才更公平。而且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 AA 制能让咱们养成一个好的节俭习惯，花钱之前都会想一想，东西到底应不应该买。孙怡婷越听越生气，想不到这个大喜的日子，丈夫竟然提出这样荒唐的建议。你还记得接亲的时候自己怎么说的吗？你还说以后的钱都归我管，你是不是都是在骗我？哎呀，那时候不是没有办法吗？如果我不这么说，你那些闺蜜能让我进去吗？除了这一点，别的我可都是真心的呀。
其实除了会算计这一点，其他方面孙怡婷对于廖宏伟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在沉默了良久之后，孙怡婷还是答应了丈夫的建议。从新婚之夜这天开始，两个人就开始了 AA 制婚姻。在后面的日子里，廖宏伟可以说把 AA 制用到了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每个周末，廖宏宇都会拿出账本来，计算着这一周两个人的生活费都花了多少钱，然后各自承担一半。后来有一次，孙怡婷得了重感冒，身体烧得厉害，就让廖宏宇去药店给她买退烧药。可没想到，廖宏宇不但买来了退烧药，还贴心地买了一只鸡炖给妻子吃。当时孙怡婷感动极了，她以为丈夫终于开窍了，舍得给自己花钱了。但是廖宏宇随后的话却让她的心情又跌入了谷底。老婆，买药花了28，这只鸡我也吃了，你给我一半钱就行，一共58。孙怡婷气得一句话也没有说，拿出手机直接转了账。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廖宏宇就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和孙怡婷咧。这些事情不断累积着，慢慢的接近了孙怡婷能够忍耐的极限。最后，她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下定决心要想个办法收拾一下丈夫。孙怡婷开始每天在外面吃饭，这样不但不需要再和丈夫分摊买菜钱，连煤气费也省了。随后，她又把自己的洗漱用品都找了个柜子锁了起来，家里的牙膏、洗面奶，甚至卫生纸都是她买的，都不再让廖宏伟随便使用。孙怡婷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廖宏伟很不适应，但这并没有让他轻易妥协，依然坚持着 AA 制。见丈夫还是不知悔改，孙怡婷只好用出了最狠的一招。一天夜里，廖宏宇洗漱完毕，打算回卧室休息，却发现卧室门被妻子从里面反锁了。廖宏宇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锁门，连忙一边敲门，一边喊着妻子开门。这时，孙怡婷的声音从卧室里传了出来：“这扇门和卧室里的床，当初可都是我掏钱买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开门，就得按次付费，每次5元，收款码就在门上。”廖宏宇这才注意到，在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了一张收款码。他哭笑不得地扫码付款，终于进到了卧室里。这次廖宏宇终于觉察到了妻子生气了，凑过来不断地哄着。孙怡婷的情绪也渐渐平稳了下来。其实廖宏宇能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他妈总是跟他催生，他实在是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感觉到其中气消了之后，廖宏宇跟妻子商量起来：“老婆，咱妈这段时间3天2头的催我要孩子，说趁现在她身体硬朗，还能帮咱们带带。我看咱们不如早点生一个吧，这样你的身体恢复的也能快一点。”孙怡婷沉默了，他们确实到了该要孩子的时候了，但是她对于 AA 制还是没有信心。可正当孙怡婷犹豫不决的时候，廖宏宇突然开口了：“老婆，你不用担心，咱们生孩子的所有花销我出60%，毕竟孩子也是随我姓。”孙怡婷的怒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看来今天廖宏伟还是没有受到教训，还在这跟他算计个没完。廖宏伟认为自己这次已经很大度了，自己可是多出了1成费用啊，算一算就是比妻子多出了2成，妻子肯定应该同意吧。但是孙怡婷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傻眼了。孙怡婷冷笑了一下：“我也不需要你多出那10%，咱们就一人承担1半的费用。不过咱们还得算算孩子在我肚子里的食宿费用，每个月按照1万块计算，我出1半，你出1半，所以你每个月给我转5000就可以了。”
听了妻子的话，廖宏宇差点惊掉了下巴，大声抗议道：“你这也太贵了吧，哪有这么高的食宿费用啊？”孙怡婷反驳道：“如果你能让孩子住到你肚子里，我也可以1个月给你5000块。现在科技发达了，男人也可以生孩子的。不过那个手术的费用你得自己承担，毕竟孩子随你姓。”廖宏伟愣了半天，可是不管他随后如何求孙怡婷，孙怡婷都绝不松口，到最后干脆转身睡了，不再搭理廖宏伟了。第2天，廖宏伟明白妻子还在生气，也就没有再说起生孩子的事情。孙怡婷也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和他说话。不过他们之前已经定好了，这天一起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老家那边的人都在等他们，所以还是按计划出发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廖宏宇终于忍不住和孙怡婷说话了，但是这第1句话的内容竟然是让妻子跟他也刚才加油的钱。孙怡婷翻了个白眼。廖宏伟的所作所为使得原本就在气头上的孙怡婷对他彻底不再抱有希望了。他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所以很爽快地把油钱转给了廖宏伟。廖宏伟还以为妻子消了气，一路上开始说个不停，但是孙怡婷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2个人终于到了老家，而自打进屋开始，婆婆就开始明里暗里地对着孙怡婷催生。最后孙怡婷终于忍无可忍了，开口对着婆婆说道：“妈，生孩子不是不可以，咱们可以商量。不过我们2个之前也讨论过了，为了公平，生孩子也是我俩1人生1个。”听了这话，婆婆呆愣了半天：“你说什么傻话？宏伟他是个男人，怎么能生孩子呢？”廖宏伟见妻子在婆婆面前又说起了这个疯狂的事情，顿时觉得这是妻子在给他难堪，于是不由得心里的火也被勾了起来。你到底想干什么？这种事情咱俩私底下说说也就行了，你跟妈提这些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下不来台？孙怡婷察觉到了廖宏伟的火气，但是他早就受够了，根本没打算再一次让步。我只不过是在执行你提出的制罢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都跟我算得那么清楚，生孩子的大事当然也得清清楚楚的。孙怡婷停顿了一下，看着哑口无言的丈夫，继续说道：“还有，我早就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咱们还是离婚吧，你去找一个愿意跟你制的人吧。”孙怡婷的话吓得廖宏伟愣在了当场，他从来没想过妻子竟然会跟他提离婚，而原本还在一旁帮腔作势的婆婆也顿时哑巴了，灰溜溜地跑到了一边，把事情交给了儿子处理。廖宏伟颤抖着声音对着妻子说：“老婆，你是在吓我呢对吧？你不是真的要和我离婚吧？”看着妻子毫无反应，廖宏伟又继续说道：“亲爱的，我不想离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要是不想，咱俩以后就不再这样了。我以后把钱都交给你管，行不行？”但孙怡婷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且她知道，就算她原谅了丈夫，但是现在婚姻中的裂缝已经形成了，想要恢复到曾经的样子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的婚姻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不只是 AA 制这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我从来没有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一个伴侣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我们与其这样互相耗着，倒不如分开，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廖宏宇已经无话可说了，他知道孙怡婷说的情况确实是事实，他也感受到了孙怡婷那不可挽回的决心。最终他叹了口气，只得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不久之后，两个人还是离了婚。离开民政局的那一刻，孙怡婷感觉到了一身的轻松。她已经好久都没有感受到这种舒服的感觉了。那个无形的枷锁终于被解开了。后来，她又遇到了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听说了她之前的遭遇之后，在结婚之前就把工资卡交到了他的手上。孙怡婷偶尔也会想起第一段婚姻的经历，她只是留下了一声叹息。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